我被交往半年的男友卖到缅北的地下组织，没想到迎接我的不是掏肾挖心，而是天堂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在临近出发登机前，突然接到一个匿名电话，电话对面是机械的电子女声。您好，于文学女士，您的银行卡已经被冻结，请您……我看了看这一串外国号码，反手就是一个举报，低级骗术。我笑着挽上张婷的胳膊，确认了一下背包里的机票和各类证件。张婷是我大学里的导师兼男朋友，我们在一起刚好半年，正是腻在一起的热恋期。现在要放暑假了，也不想分开。他准备带我去缅甸旅游，顺便过个纪念日。张婷温柔地揽住我的腰，接过我手里的水杯，跑去给我接热水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享受着她的照顾。张婷其实是我从死对头手里抢来的，隔壁学院的院花苏婉一直明里暗里地追求张婷。我以为我要输了，她却突然消失于3个月前。学校里都说她是休学回家了，我不怎么关心，只关心张婷终于属于我一个人了。手机调成飞行模式，我跟着张婷上了飞机。飞机上的我昏昏欲睡，自从喝了张婷给我递的水之后，我就控制不住的想打瞌睡。可能是昨天熬夜收拾行李，睡得太晚了吧。直到跟着张婷下了飞机，我依旧迷迷糊糊的，半个身子都挂在她身上。张婷，我们去哪儿？她的声音很轻柔，像带着无尽的诱惑。小雪，你马上就要去天堂？什么天堂？我的身子不听使唤，脑子昏昏沉沉，浑身都在发抖。我能感觉到自己被张婷放到了另一个人的怀里。我低头，模糊的视线里看到那个人的手腕处有一个麒麟纹身，他们的声音模模糊糊，但我能听清那个男人说了一句：“你的钱后天到账。”然后我的意识便陷入了无尽的黑暗。我被张婷卖到了缅北的地下组织中，等待我的或许是非人般的折磨，又或者是摘肾挖心。于文学，你这张脸可真美。低沉的、富有磁性的声音响在我的耳边，我浑身都在颤栗。虽然我还没完全清醒，但我能感受到有人在拽我的衣服，脑子像是被什么击中一般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，眼前是一片漆黑，但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我能看到自己正躺在一副很大的铁床上，手脚动不了，估计是被东西绑了起来。这里是哪里？我惊恐地看着四周，铁门却砰的一声被人猛推开，几个5大3粗的男人走了进来。哟，醒了！秃头男人手中拿着一根不短的鞭子，正朝我走过来。你们是谁？这是哪里？快放我走！我挣扎着，却被人一鞭子抽在肚皮上，剧烈的疼痛让我忍不住瑟缩，可身体被捆住，我根本动不了，只能被迫接受着这可怕的痛苦。这是哪里？这是缅北天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来了，这还想走？别特么做梦了！下巴被人捏住，我使劲咬住了那男人的手掌，却被狠狠扇了一巴掌，顿时头晕目眩起来。臭娘们，敢咬老子，给我扒了他！我的眼泪终于控制不住地流下来。如果要被侵犯，那我还不如去死。我狠下心，死死地咬住自己的舌头。你们这群畜生，给我放开他！一道男声从门口传来，有些瘦弱的身影挤开那群男人，扣住我的嘴巴。华哥要的人，你们也敢碰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他狠狠地踹了脚领头男人，扒脸男人吃痛，却不敢再动手动脚。妈的，你就是华哥身边的一条狗，敢踹老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扒脸男人啐了一口，
猛地推了把那人的肩膀，带着喽啰走了出去。我依旧在颤抖，却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我看向那个男人，问他是谁。他的眼神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，好像是怜悯，又或者是怜爱。他伸出手，将我唇边溢出的血液擦净，把我的衣服拉好，抚摸着我脸上的巴掌印。我叫刘伯，别怕，我不会让你出事的。我被男友卖到缅北的地下组织，已经3天了。这3天内，我滴水未沾，不敢吃饭，更不敢睡觉，恐惧无时无刻地侵蚀着我的神经。我坐在角落，甚至能够清晰地听到隔壁女人凄惨的哭声。我用带着铁链的手死死捂住耳朵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崩溃了。厚重的铁门突然被人打开，我连忙将自己的身体缩起来。吃点饭吧，不吃东西，你的身体会扛不住的。刘伯端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面条，轻手轻脚地走进来，放在离我不远处的地面上。我的双眼满是红血丝，直勾勾地看着他。放我走。3天里，他来了3次，而每一次我都只会和他说这句话：放我走，放我走。我没有这个权利，我只能让你在这个地方过得尽量舒服点。刘伯叹了口气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接受现实吧，我来这地方都3年了，也没逃出去。这句话让我不由自主地望向他，他也是被绑到这里的。他拿起筷子，像是在回忆往事般的点头。是，差一点就被人割了腰子。我沉默了，又好奇地看着他。刘伯可能也看出了我的疑惑。刘伯呲着牙冲着我笑：于文雪是吧？我告诉你个秘密，被绑来这里的人都活不过1周。女的被随意玩弄，再被割肾挖心，像你这种漂亮的，不仅要被玩，还要被送到别的地方，无休止的。我抖了抖，又抱住膝盖。刘伯却直接站了起来，蹲到我身边，眼神清亮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死吗？因为我有利用价值，我能帮他们看病。你呢？于文雪，已经过去3天了，你不吃不喝，是在等死吗？我咬着干裂的唇，缓缓开口：如果我有利用价值呢？我会活下去吗？当走狗总比当尸体强，不是吗？刘伯端起凉透的面条，递到我面前。我说过了，我会帮你把它吃了。我还给你偷偷握了个荷包蛋。看着那碗肉丝面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我愣愣地接过筷子，夹起1筷子面条塞进嘴里，又胡乱擦了把眼泪，泪眼婆娑地看着刘伯：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刘伯擦了擦眼镜，再抬头看向我的眼神，像是透过我在看什么人一样。因为你长得很像我一位朋友。在刘伯的帮助下，我成为了他的帮手，负责照顾那些自杀未遂而受伤的少女们。这还要多亏了我的专业。如果我不是医药学的学生，那我连最后仅存的一丝价值都没了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要天天带着脚链，时刻提防着那群对我图谋不轨的人。在这里，我见识到了什么才叫真正的地狱。一个个狭小的铁笼，至少要住3个人，脚伸不开，身体站不直，只能跪在里面，不让穿衣服。所有人抛弃尊严，赤身裸体，身上满是被殴打过的疤痕，一天只为一顿馊掉的饭。长时间的饥饿让这群人面黄肌瘦，肋骨清晰可见，还时不时会有人过来巡逻，拿铁棍疯狂敲打笼子，让你无法入眠。人不像人，像畜生，像牲口，而这却还是环境最好的地方。当我亲眼看到一个女孩被3个男人施虐时，我还是崩溃了。我努力搭建的坚持和堡垒，一瞬间轰然倒塌。别看！刘伯伸手捂住了我的眼，紧紧地拽住我颤抖的肩膀。于文雪，别看！你不会像他们这样的。别看！他的手掌湿乎乎的，
我努力地闭上眼睛，转身离去。我被指派去照看那个女孩，她瞪着大大的眼睛，四肢张开，僵硬地躺在地上。我蹲在旁边，给她擦拭着身体，不忍看她。你也是坏人吗？她虚弱的声音透着恐惧。不，我也是被绑架来的，但是你和我们不一样。我叫郭婷婷，要是我死了，你能帮我带个信回家吗？她冰凉的手死死抓着我，撕裂的嘴角努力的吐字清晰。我家在河南郭家村，你说我的名字，他们就知道了。告诉我爹娘，别等我了。他的神情像灰败的花，透着绝望和无助。你不会死的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你得相信我们能逃出去。我回握住他的手，凑在他耳边小声地回应着，试图将我手上的热量传递给他。郭婷婷成了我在这里认识的第二个正常人。我想找些抗生素给他，帮他撑过难熬的日子。可当我小心翼翼地四处探索时，却在地下2层的拐角处看到了口吐鲜血倒在地上的刘伯。他在被一群人围着拳打脚踢，强出头是吧？别以为有些能耐就能救人了，你救女人就拿一条腿来换。平头男人狠狠地踹了一脚刘伯的肚子，手中的电锯嗡嗡作响。刘伯因为救我才被打的，我的腿在发颤，可我还是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。住手！我扑在他的身上，强装镇定地吼道。他是这里唯一的医生，你们敢？哟，美女就怂包啊，可真是场好戏。平头男人哈哈大笑，手里的电锯却收了起来，饶有趣味地盯着我，舔了舔嘴唇。看在美女的份上，我就饶你一命，你可得好好谢谢他。下巴被他捏住，他把头凑在我的脖颈处，猛地吸气，身上浓烈的烟味和血腥味让我不寒而栗。我叫陈俊，美女，你记住了。放肆的笑声回荡在地下2层。陈俊摆了摆手，示意让身后的喽啰们退下。这么漂亮，早晚会被王志发发现。我倒要看看你能藏到什么时候。陈俊邪笑着，扛着电锯走了。我扶着刘伯，双手却止不住的发颤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刘伯抹着嘴角的血，开口问我。我想拿点抗生素给郭婷婷，没想到看到你被打。他胡乱揉了揉我的头，没事。陈俊是这里的2把手，他就是出气罢了，不会真砍了我的腿。他不敢。刘伯眼睛里满是笃定，又疑惑地问我：郭婷婷是谁？是上午那个女孩。哦，我帮你去送药吧，你回诊疗室，别出来了。刘伯好心地拿着药，一瘸一拐地往下面走去。我感激地看着他的背影，同时又有点纳闷，他都没问郭婷婷在哪里，他能找到郭婷婷吗？等我第2天去看婷婷时，用过抗生素的他状态明显好了不少，看清是我来了，他还努力地笑了笑。我把偷拿出来的衣服给婷婷换上，帮她扎好头发，和她讲我的大学，还有那个挨千刀的畜生张婷。我甚至拿出偷来的纸和笔，给她画这段时间摸清的地下路线，答应有机会逃走时一定带她一起跑。婷婷听得很认真，偶尔还会小声地附和我几句。这种还算平静的日子只维持到了5天后。那天我照例去看郭婷婷，却发现她不在小屋里。我立刻慌了，只是还没等我去找她，就看到一个男人抱着衣衫不整的她，像扔垃圾一般丢进小屋。咚的一声，郭婷婷倒在地上，满身都是被折磨过的疤痕。郭婷婷又被那群男人做了那种事。我捂住嘴，强忍着泪水想给她擦拭身体，她却摁住了我的手，口中喃喃着一句话：小心，小心他，小心谁？陈俊，还是那个王志发？我将耳朵凑过去，却看到他恐惧的眼神直勾勾盯着我的背后。
突然一言不发，我浑身汗毛直竖。我身后有人。等我再看向郭婷婷时，她却晕死过去。当天晚上，我愣愣地看着刘伯，因为我总觉得出现在我身后的那个人像他。郭婷婷死了，是刘伯告诉我的，他要负责处理尸体，问我想不想跟着他去。最后再看一眼郭婷婷，我无法形容内心的惊惧，只是眼泪不停地流，根本控制不住。他怎么突然就死了？明明昨天我还答应他，等一起出去了，请他去北京吃铜锅涮肉。刘伯挠了挠脖子，他的脖子上不知为何贴了块创可贴，低声劝慰我：文雪，在这个地方，死是难免的。我什么都听不进去，直接跪在了郭婷婷的尸体前，死状惨烈，上身被折磨得没了样，下半身被破坏的血肉模糊，口中全是血沫。我泣不成声地拉住他的手：你可以出去吗？我想单独和婷婷待一会。刘伯沉默片刻，还是退了出去。在确定刘伯离开后，我果断地将郭婷婷手中的纸条抽了出来。刚才握住她手的一瞬间，我就感觉到了她手掌里有东西。纸条上只有潦草的4个字：小心刘伯。我闭了闭眼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曾和婷婷说起过刘伯，说是他帮助我在这里活下去。婷婷知道刘伯是谁，但为什么他让我小心刘伯？我脑子里一团浆糊，却还是将纸条藏在怀里，因为我听到门口有动静。停尸房一般很少有人来，这里最偏僻且不太干净，而现在我却听到了2个人匆忙的脚步声，随后是寒寒酥酥的打火机声音和一道很熟悉的男声，好像是陈俊。他们的声音很小，我却贴在门边，紧张地听着动静。我听到了陈俊的咒骂声，骂刘伯得了大老板的赏识，还救了我，要让他下地狱，要把我这个会治病的人搞到手云云。聊天内容很恐怖，我紧握的手却松懈了下来。原来郭婷婷手中的字条是他们放的，目的就是让我不再信任刘伯，好转投靠他的名下。真是一步好棋，连尸体都不放过。我冷笑一声，慢慢贴着门蹲了下来，眼神却在瞟到屋里的某处时，精神瞬间紧绷起来。针孔摄像头，这个屋居然有摄像头。我刚才掏出字条的时候，摄像头正对着我，有人在关注着这里的一切，有人亲眼看到我拿出字条，有人在看我偷听陈俊他们的密谋。怪不得我浑身冰冷，怪不得在我发现字条后，陈俊就带着人过来了，时机太恰好了，像是设计好的一样。他们在设计什么？他们在隐藏什么？假设将一切全部推翻，我的心瞬间跌落在谷底。我能想到的，他们要隐藏的只为了一个东西，那就是刘伯。我强装镇定，装作自己没有发现针孔摄像头一般，装作依旧很伤心的样子，哭着爬到郭婷婷的尸体旁，又抓起她的手放到脸颊上。刚才就发现她的手上有不对劲的地方，只是有人来了，没时间细看。我遮住脸，掩面而泣，实则眼神却观察着她的指甲缝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我眯起眼仔细看，终于确定了，指甲缝里的看着像挠下来的人皮碎血。刘伯的脖子被挠破了，我瞬间头皮发麻。怪不得刘伯一开始对郭婷婷的住所了如指掌，怪不得郭婷婷让我小心他。难道是他觉得那晚身份暴露了，会引起我的怀疑，所以才把郭婷婷杀了？我的身体像跌入冰窖，我一直信任的人，竟然是隐藏在我身边的魔鬼。这种致命的冲击没让我绝望，反倒让我充满怒火。我倒要看看刘伯留在我身边的目的，
不惜杀人也要隐藏自己身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那晚，等我从停尸房出来时，一头就钻进了刘伯的怀里。我竭力控制着满腔怒意，只装作是失去了朋友般的绝望，控诉着这地方的可怕。刘伯拍着我的后背，声音哀伤地劝慰我，我却从玻璃的反光中看到了刘伯脸上隐藏不住的瘆人笑意，还有手腕上的麒麟纹身。他就是个骗子，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。和张婷在机场交接的人就是他。我要带着郭婷婷的期待，靠着自己的努力逃出去。我不知道刘伯的目的，但我清楚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我的信任。从郭婷婷死后，我便装作被吓坏的样子，无时无刻地跟在他屁股后面，充分展现着我对他的依赖。刘伯好像也确定了我的态度，开始朝着可怜的我灌输一些极端的思想。他告诉我，上头的大佬想培养一个女接头人，接头人的自由度很高，只要对组织表达出足够的忠诚，甚至可以外出办事。外出，这对我的诱惑太大了。我急不可耐地询问着刘伯细节，他却不肯再说了，只说让我别想歪，他是不会让我替组织办事的，他会保护好我。我在心底冷笑，如此费尽周折地接近我，等的难道不就这一刻吗？刘伯呀刘伯，你到底在为谁办事？我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值得栽培，让你这么费心费力的来陪我演戏？在地下整整2个月的时间，我已经摸清了大部分地方，甚至半夜偷偷在被窝里画好了地下的地图，但仍有几个地点我没去过，地图上一片空白。我决定在今晚守卫换班的时候，好好的去探索一番。地下一共3层，构造却非常简单，除去关押被绑来的人，就是医疗设备，专门用来割肾的地方。我7拐8拐地躲过守卫，钻进了地下3层最深处的地方。地下3层有一间很大的屋子，关得严严实实，门口却有2个人端着枪守着，像是什么机密的地方。我咽了口唾沫，打算转身回去，谁知起身扭头却撞到了墙上的灯，发出砰的一声。谁在那里？守卫喊了一声，疾步朝我这里跑了过来。我吓得腿差点软了，连滚带爬的往楼梯跑去，跑得喉咙发干。身后的2人还在追着我跑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双大手从黑暗中伸出，一把将我拽到墙角的阴影下。他捂住我的嘴，示意我别出声。心脏还在扑通扑通狂跳，我却没反抗，任由他捂着我的嘴。我知道这人是刘伯，他身上总是有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。等人跑走了，他才松开手，紧张地张望四周，确定没人了，才悄悄地牵着我出来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！刘伯似乎很不满我的行为，眉头紧皱。我喘着粗气，刚想反驳，却看到他的眼神突然一瞬间变得惊恐起来。给我带走！我的胳膊瞬间被一个壮汉拉住，硬生生地扛在肩上。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中年男人，大腹便便，穿着西服，叼着烟，就站在刚才我站的位置。志发哥，饶了他这一次吧，他就是走错地方了。刘伯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他就是地下组织的头王志发。王志发踹了一脚刘伯，将烟灰弹到他的脸上，冷哼一声，转身就走。我被关在了笼子里，这是我来了2月里遭受过最为痛苦的折磨。电击、鞭子、拳打脚踢，饥饿和疼痛让我苦不堪言。王志发就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，这样的痛苦长达3天。我滴水未进，嘴唇干裂，守着我的陈俊都紧皱眉头，嫌弃地看着我。他用脚踢过来一个沾满灰尘的苹果，示意让我赶紧吃了。我没有犹豫，捡过来就开始啃。
我得保持体力，再和他们斗。陈俊摇着头，又将碘酒踢过来，赶紧用，用完还我。我狐疑地看着他，他怎么突然这么好心了？但我什么也没说，二话不说的把碘酒洒在伤口处，被王志发盯上，算你倒霉。我不怕他，我冷冷地将口中的血沫吐了出去。你不怕他，那他头顶还有更厉害的人，你怕不怕？陈俊好笑地嘲讽着，我却抓住了话中的关键。王志发头上还有大佬。陈俊将碘酒藏在怀里，让我乖乖听话，别再反抗了。我却什么都不说，只是看着他。我之前从未注意过他的脸，如今仔细一看，才发现他长得很年轻，一张娃娃脸，笑起来还有酒窝，估计年纪不大。陈俊见我一直盯着他，骂骂咧咧地扭过头去，我却看到他的耳朵根好像红了。我捂住发疼的伤口，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我真是疯了，居然觉得他有点可爱。等我再清醒时，陈俊已经不见了。刘伯正举着蜡烛蹲在我面前，吓了我一跳。他扶起我，说我可以出去了，惩罚结束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刚想开口，却听到隔壁传来一阵阵吵闹声，是陈俊的声音，还有女孩子求饶的哭声。陈俊在对女人用强，我怒火中烧，想冲过去，却被刘伯死死拽住。他拉着我的手，示意我不要多管闲事。我真是瞎了眼，居然觉得给我吃苹果的陈俊还不算坏，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坏种。我的伤足足养了半个月，才差不多好全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人来找我的麻烦，就连刘伯也变得很忙。准确的是说，这里的每个人都变得莫名其妙地忙碌起来。我听刘伯说，组织里出了买卖情报的叛徒，而没过几天，地下又恢复了平静。叛徒找到了，是陈俊，据说他死得很惨，胳膊和脚都被铁针钉穿了，指甲被全部拔光，舌头也拔了下来，又是火烧，又是水淹，最后被实施了绞刑，死得很痛苦。光是听刘伯形容，我都不寒而栗。可不知为何，我眼前总是出现陈俊那张带着酒窝的笑脸，而我也在这场混乱过后成了组织中的女接头人。我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下去，我一再请求刘伯，说自己没办法再坚持下去了，与其受尽折磨，还不如同流合污，反正咱俩一辈子也逃不出去了，还不如活得舒服点。刘伯一开始还装作痛心疾首的样子，在我多番表决心后，他开始慢慢地相信我了。一开始我的任务很简单，就是要和外地被绑架来的少女们建立起基本的信任。我就是骗子，骗刘伯的同时，也在欺骗着那群抱以期望的女孩们。我的任务完成得很好，我清楚以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拯救这些女孩，我只能尽量地宽慰她们，让她们别这么痛苦，然后看着她们踏入深渊。这样的工作让我崩溃，让我每晚都在做噩梦。但我必须坚持，我必须获得他们的信任，才能拥有更大的权利。权利意味着我或许可以有机会走出地下，去获得支援。这种机会很渺茫，但我相信一定可以实现。只是我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，我可以和刘伯一起上街负责采买衣物用品了。距离我被绑架来的日子已经过去了4个月。这一天，我终于看到了久违的太阳，我激动得差点落泪。我控制不住内心兴奋紧张的感觉。我不知道这种机会还有没有，我得抓住这次，趁着刘伯不注意的时候向别人求救。刘伯紧紧地跟着我，寸步不离。我拿着篮子，寻找着脱身的机会。这里有点像村子，处处都是平房，但这么热闹的街市
肯定会有公厕。我得心脏扑通狂跳，努力镇定地告诉刘伯，我腹泻，想去上厕所。刘伯皱眉，但看我紧急的模样，还是同意了。不过还是就站在厕所门口，守着我出来。我钻进洗手间，女厕里却空无一人，我顿时紧张起来。我又等了几分钟，依旧不见人进来，但又害怕刘伯起疑，只好在门口慢吞吞地洗手，假装马上要出去。一个男人从对面的南侧走出，我四下张望，确定刘伯在这个角度看不到我，于是死死地抓住那男人的手，语气焦急地诉说着：“帮帮我，我被人绑架了。”男人的眼神低沉起来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一把拽住我的手：“于文雪，你果然不老实。”我的心瞬间跌落谷底。他是组织的人，我劝你，这次测验就别想着跑了。这里不只是我，处处都有人。我浑身僵直，任由他洗过手后离开，然后立刻提着篮子走了出去。在我的刻意观察下，果然发现周围很多人都在暗中注视着我和刘伯的方位。只要我敢跑，想必四面八方立刻就会有人围上来。想到这，我顿时浑身都冒出一层冷汗。但是这个男人为什么要帮我呢？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想起来，他好像是陈俊身边的那个大高个喽啰。因为我的乖顺，算是获得了一点组织的信任。我被允许参与1周1次的上街采买，而我也在找机会去接触那个帮了我一把的大高个。要不是他提醒我，估计此刻我的尸体都被沉海了。在一个夜晚，我堵住了那个大高个，说出了自己的疑惑。他看起来很紧张，一直在确认身边是否有人，随后才低声地开口解释。从他的口中，我得知了一个让我震惊的信息：我是陈俊的人，临死前他让我帮你逃出去，你信我？陈俊要帮我逃出去，他什么要帮我？然而还来不及我继续追问，我们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只好快速分开，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。我难以隐藏自己的激动，我终于有机会逃出去了。在我和大高个多次的接触后，我确定了他对我没有歹心，是真的想帮助我离开这个地方。他不仅交给我完整的地下地图，告诉我什么时间内守卫最松懈，什么地方可以躲过监控，哪个地方人最少，还告诉我一条秘密通道可以钻到地上。这条通道只有他和陈俊知道，不会有人会在地上发现。3天后的深夜是大佬们外出交易的时间，也是我逃走的最好时机。我们约定以2声枪响为誓，它会引起地下的骚动，方便我趁着混乱离开。机会只有一次，错过就再也没有。我望着他，坚定地点头，向他表示了我的感谢。我连续3天都在收集可能会有用的东西，比如粮食和水、换装用的衣物，甚至在衣服深处还有大高个给我的枪。刘伯这几天很忙，没有功夫管我。我紧张地等着时间一点点过去。终于到了3天后的深夜，果然如大高个所说，地下把守的人少了很多。我将包袱牢牢地捆在胸前，在漆黑的医疗室里等待着枪响。砰砰2声，不多不少。我立刻起身，快速地顺着拐角一路狂奔，惊险地躲过混乱的守卫，顺利地找到了那个藏在酒桶后的通道。我没有任何犹豫，使劲推开酒桶，跪在地上爬了进去。快点爬，爬得再快点！我的手被粗粝的石头磨破，却不敢放慢速度。狭小漆黑的通道里，只有我狂跳的心跳声。终于，我在远处看到了一丝光亮。我用尽全身力气将通道口的石头挪走，拱身钻了出去。地面果然没人，我却来不及欣喜。我将帽子扣在头上，
戴好口罩，紧紧地握着口袋中的枪。在躲进树林后，确定周围没人，我打开大高个给我的地图，看清方向后一路狂奔。太阳升起的那刻，我一瘸一拐地找到了中方警局。在看到警察朝我走来时，我控制不住地倒在地上。我逃出来了，婷婷，你看了吗？我终于逃出来了。我昏迷了整整2天2夜。在警方问清我地下组织的据点时，我要求等一切结束后再见一个人。我还有个疑问，那就是刘伯为什么一定要我成为接头人？我远程见识了一场真枪实弹的对抗，有无数人因此负伤。然而，邪恶总是抵挡不了正义。在经历了半天的对战后，地下组织被警方彻底控制住，而刘伯满脸血迹地被反扣跪地，眼神凶狠，那眼神像地狱中爬出的恶鬼，让人胆寒。在审讯室中，他身后站着2名警察，而我就坐在他对面。刘伯悲伤地望着我，他为什么要悲伤呢？我满眼愤恨地看着他，他终于是扯开了一个讥讽的笑容，往我心口上插刀。从刘伯的口中，我听到了一个让我悲痛欲绝、不愿意接受的事实：陈俊，那个笑起来有酒窝、害羞会耳朵根通红的年轻男孩，其实是警方安插进组织的卧底。在我被王志发关押起来后，是他主动要求负责监视我，就是为了确保我不被人暗中杀害。而在我离开笼子的那晚，被糟蹋的人应该是我才对。刘伯想让我彻底臣服他，才想出了这个损招。是陈俊极力反对，才被抓去那间屋子，强行和那名女孩产生关系。大高个也是他留给我的助力，就是为了确保我能够逃出去。他其实一直在暗中保护着我。我双眼发涩，拳头握紧，心脏痛得说不出话。刘伯猖狂地笑着，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。这都多亏了你啊，不然我不会这么快抓住那个卧底。刘伯的话像一柄尖刀，直接捅进了我的心脏。陈俊为什么要用生命护住我的安危呢？我双眼血红，死死地盯着刘伯，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。他已经很小心了，可谁让你长得那么像他死掉的亲姐姐呢？刘伯舔着裂开的唇角，有些癫狂。文雪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会对你好呢？我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，冷冷地看着他。地下组织的领头人根本不是王志发，而是他，喽啰口中的华哥，真正的地下大佬。从他明明是绑架者的身份，却平安无事起，我就对他起了疑心。他的权力太大了，就算他装的有多么逼真，也无法消除那些喽啰们看他时的畏惧眼神。再加上那次我被王志发抓住，他跪在地上祈求王志发时，后者居然条件反射地后退了一小步。还有王志发踹他的那一脚，根本不敢用力，只是他自己假装受伤倒在地上而已。刘伯，我不是傻子，从你露出马脚时，就再也无法让我信服你的所作所为。我不再看他一眼，转身出去了。我或许明白了他为什么对我格外和善。从他被收缴上来的随身物品里，我看到了一张老旧的照片。照片里的姑娘留着齐刘海，笑得很甜美。我们长得很相似。她是陈俊的姐姐，也是刘伯死去的女友，因为心脏病而逝去的陈毅然。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会是地下组织头领的女人，但想必刘伯是真的爱她。这种的可怕而畸形的爱，害死了无数的人。刘伯罪无可赦。我在中方警察的护送下顺利回国，而张婷也因为我的举报被捉拿归案。直到他解释罪行时，我才知道我的情敌苏婉并不是消失了，而是早我一步被他拐卖进了缅北。
我临出发前接到的匿名电话，并不是什么诈骗电话，是苏婉临死前用生命打给我的。他希望用被诈骗的名义提醒我报警，好逃过这次劫难。我真不知道如何形容我内心澎湃的恨意和痛苦。而让我一辈子都无法释怀的是饱受折磨后惨死的陈俊。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，我泪流满面，恍惚间好像还能看到他竭力骂着脏话而脸红的侧脸。我捂住眼睛，倒在床上，任由自己深陷进温暖的被窝里。愿这世间再无黑暗，愿这世间再无像苏婉和郭婷婷这样的牺牲者，愿这世间再也像陈俊这样的英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